我作为白脸影后，和我的女儿绿茶顶流一起参加了一档户外求生综艺，全网都准备看我们母女这两朵小娇花的丑态。可是我们母女俩，一个从小师从武术世家，一个是从不露面的户外节目顶流。户外求生，这明明是野外郊游好吗？我因为演绎了一个经典的白莲花角色而一跃黑红，还不小心因为角色过于深入人心而获得了当年的影后。因我姓白名莲，江湖人称白莲影后，而我的女儿绿茶继承了我那楚楚动人的小白花模样，一出道就凭借绿茶女二成功出圈，后面又成为绿茶专业户，黑红成顶流，粉丝亲切称呼她为小绿茶。从此我们母女俩在娱乐圈中臭名昭著，所有男性艺人的粉丝都防我们像防豺狼虎豹一样。因此在《荒野大冒险》这档综艺问卷调查最希望参与录制的嘉宾的时候，我们母女俩高票出道。大家已经摩拳擦掌的准备看我们母女俩这两朵小娇花在这档野外求生综艺里的丑态了。可惜要让他们失望了，我们俩战斗力可是霸王花级别的。我白莲师承中华武术大师，打小就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一住就是10年半载，钻木取火，劈柴打鸟，分辨食物，浑水摸鱼，总之18般求生技能我样样精通。至于绿茶，打小就参加户外探险活动，户外领域的社交账号坐拥千万粉丝，算圈内大神级的人物了。不过每次活动他都包裹得比较严实，加之圈内的人比较少关注娱乐圈，因此没人发现他的另一种身份。野外求生对我们俩来说就是鱼回到了水里，那不叫求生，叫回家。荒野大冒险是粉台最近重金打造的一档综艺节目，以全程直播真实记录明星在野外探险的状态为噱头，吊足了观众的好奇心。更因最近风头正盛的影帝蒋彻以及我们俩搅屎棍的加入，这档综艺未播先火。节目组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直到录制开始当天才陆续揭秘其他节目嘉宾。节目录制地点在一个荒岛上，我们这群嘉宾将在这座荒岛上待足1星期，才会有船接应我们回去。我和绿茶是第一个上岛的嘉宾，一上岛节目就正式开始直播，弹幕咔咔乱飞，不愧是白茶4亿组合，一出场就茶香4溢，好有心机的穿搭，这是录制节目还是勾搭我们哥哥？我和绿茶不过是穿了一套户外活动的正常装束而已，长得漂亮也能怪我们？也有为我们说话的观众，但很快就淹没在了一片骂声中。当然我们美女并不 care 这些，我们只关心未来7天的吃喝。我两眼放光地望着茂密的森林，想着林中的宝藏食物等着我挖掘，不禁咽了咽口水。茶，这山长得这么茂密，说不定里面有野山菌，炖汤喝一定很鲜。再摸点鸟蛋，搞几条鱼烤着吃，一定很绝。我们俩畅想着美好的野外生活，都快流下哈喇子了，丝毫没注意到2号嘉宾已经登场了。一个充满元气但微有些做作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今天也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呢。小楚一定会在这7天好好活着，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好好活着？难道我们参加的不是只是一档旅游综艺？我和绿茶面面相觑，一起回头望向身后，是当红限定男团的成员楚圣宇。楚圣宇一见到我们就90度鞠躬，然后打招呼：姐姐们好，我是 VERT 的成员楚圣宇，请各位姐姐们多多关照。说完不忘 wink 一下，我打了个机灵，迅速从包里拿出吸油纸塞到楚圣宇手中。弟弟，油有点多了，来吸点。弹幕迅速集结起来，好大一朵白莲花，他是不是在暗指哥哥油腻？哥哥好单纯，被白莲花内涵了都不知道。白莲，滚呐！真的没有人和我一样觉得楚圣宇的状态有些油腻吗？嘉义同上楼上都是黑粉吧，大家一起守护最好的哥哥。我没空关注弹幕，因为第3位嘉宾影帝江泽他到了，他带着一身腱子肉、人鱼线、马甲线向我们快步走来。我用胳膊捅了捅身边的绿茶，小声在他耳边说道：小泽他怎么比上次见又要帅上几倍？妈，你上次见他还是我们一起上高中的时候好吗？对哦，当时你不还和他在一起，咋分开了呢？不合适。我只得惋惜地看着面前的江泽，低头叹气。我和绿茶鬼鬼祟祟的小动作自然逃不过观众的火眼金睛，弹幕纷纷讨论
他们母女俩鬼鬼祟祟盯着江泽干什么？有没有精通唇语的破解一下他们刚刚谈话的内容？哥哥怎么一直望着绿茶的方向？绿茶，滚啊！江泽一直走到绿茶面前，才堪堪停住脚步，偏过头做自我介绍。就江泽这小眼神，摆明了就是余情未了。看来这荒岛7天游不仅有好吃的，还有好戏可以看了。又一艘船靠岸了，好家伙，来了我们母女俩的死对头。如果说我和绿茶就是绿茶白莲专业户，那么萧青和许成母女俩就是苦情女主专业户，柔弱娇小，但有一颗世界上最善良的心。戏里为了一个男人你争我抢，戏外为了戏份大打出手。我们彼此不和，早已是圈内尽人皆知的事了。节目组可能也有处于这一层考虑，特意让我们俩死对头一起作为这场综艺的嘉宾。萧青母女俩微笑着面对镜头打招呼，为了展示他们的身材，还特意穿了运动短裙，露出修长的美腿，茂密的头发散落在肩前，可以直接拍画报了。弹幕全是喊姐姐的，姐姐好美，姐姐杀我，姐姐身材好好。可是我们这不是荒野求生节目吗？出于我们相爱相杀的交情，我在路过他们母女俩的时候，小声提醒了一下萧青，等下要上山，最好别穿短裙，不然容易划伤皮肤。谁知萧青他女儿许成一下红了眼眶，拔高了声音：阿姨，我没有想抢风头，我就是从衣柜里随便挑了件衣服，你要是看不过眼，我等会就去把它换了。说完挤下了2滴鳄鱼的眼泪。好家伙，在这等着我是吧？准备好迎接你白姨的战斗力了吗？弹幕已经炸开了锅，白莲花仗着自己年纪大就打压小贝，好恶心，心疼成成，白莲花真过分。楼上的嘴别那么毒，参加求生综艺还穿成这样，不是为了博眼球就是没脑子。哟，上面是白莲花的脑残粉吧？看着面前渲然欲泣的许成，我在心里不由得笑出了声。敢在我白莲影后面前装白莲，这不是不自量力，自讨苦吃。当初为了演好白莲花一角，我花了6个月时间去学习心理学和人体面部微表情知识，花了3个月时间来观察和分析不同类型的白莲花的行为思路和处事守则，才总结出一份白莲花万能守则。许成这种故作柔弱、倒打一耙的白莲行为，真是处处都是破绽。我故作惊讶地捂住嘴看着许成，眼中闪过3分无措、5分难以置信以及2分坚韧，细看眼里还有细闪的泪光。成成，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想白姨，姨只是怕你划伤了身子留下疤痕。说完，我略一停顿，仿佛有千言万语要说，最后只是深深地望着许成，失落地垂下眼眸。许成似乎没想到我的操作，脸色没有控制住，闪过一丝慌乱和不自然。弹幕立马炸开了锅，天啊，反转了！突然有些心疼白莲姐，许成这行为太恶心了吧？别人好意关心他，他自己曲解别人意思，还倒打一耙。楼上的胡说什么？程程只是太单纯了，没听懂白莲的意思而已。楼上粉丝倒倒脑子里的水吧，屏幕外都能听到晃动的水声了。许成尴尬地牵了牵嘴角，嘴里还在狡辩：白姨，不是这样的，您刚不是这么说的。如果这不是综艺，没有高清的镜头，许成这番话或许还能唬住观众。但高清的镜头下面，每个人说话的神色，但凡有细微的不自然，都能被放大捕捉。许成这是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阿莲，这孩子平日里大大咧咧惯了，这不怕你误会了他，才着急忙慌的解释。萧青一边说，一边装作与我很熟络的样子，想牵住我的胳膊。被我不动声色地避开之后，他动作自然地撩了撩自己的头发，语气诚恳地望向我。这孩子说话一急就没往脑子过，我让孩子给你道个歉，你别放心上。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2句话达到了4两拨千斤的效果。一把许成则干净了，人家那是大大咧咧，不是故意的。2让我陷入两难，接受了道歉那是小题大做，不接受那是没度量。要是正常人可能就忍了，但不好意思，我白莲就从不按套路出牌。程程这出道几年了呀，怎么还是这么天真可爱呢？今个还好碰上的是你白姨，你这要是碰上别的前辈，可不是道歉就能解决的了，那可是泼脏水啊，咱可不兴学这个。一起参演录制的明星听完表情都有些许的微妙看着许成。
许成脸色惨白地向我道完歉后，就借口自己有些不舒服，和萧青去了一趟洗手间。萧青临走前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并不在意，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一起愉快干饭不好吗？最后到来的2位嘉宾分别是演员小鲜肉徐天利和综艺大佬梅华硕。至此，荒野大冒险全员集结完毕。本次荒野大冒险历时7天，成员将两分组共同完成任务，至于分组对象将通过抽签决定，抽取到同一颜色的将自动归为一组。其他成员都眼疾手快地去抽取桌上的小纸条，只有我和吕茶在那互相谦让。没办法，我们娘俩都有一个共通的毛病，手气臭的没谁了。最后，吕茶迫于我的威逼利诱，拿了倒数第2的纸条。我心满意足地拿起最后一张纸条，幻想着我的对象是有8块腹肌的帅哥。纸条打开，写着粉色。我正准备看看在场哪位仁兄和我一个颜色，猝不及防的就和楚胜宇看对了眼。我俩都心照不宣地看向了对方的纸条，又心照不宣的面如死灰。确认过眼神，我们是一对。我的剑气帅哥飞走了，他以为他将背负着一个巨型拖油瓶。我们各自抱着各自的小九九，开启假笑模式。吕茶正在打开自己的纸条，我有些好奇的张望，正准备摊开的时候，许成的声音传了过来：“泽哥，你是绿色哎，刚好是我的幸运色，不知道今天我的幸运色能不能降临到我这里？”吕茶脸色有一瞬的不自然，下意识地把展开了一截的纸条重新握紧在手里，朝着许成的方向走去。走到半路就被江泽给截住了。江泽垂眸低笑看向吕茶：“阿茶抽到什么颜色呀？”围在江泽身边的摄像可比吕茶这边的多多了，他这小动作怕是搞不了了。吕茶一脸生无可恋的在摄像机前打开了他的纸条，绿色。最后产生的4组小队分别是粉队我和楚胜宇，绿队吕茶和江泽，黄队萧青和徐天利，蓝队许成和梅华硕。我们面临的第一关就是翻越丛林。节目组已经在路上留下记号，帮助我们找到山上的驻营地，一共有2条路线，一条路线简单，一条路线复杂，成员自行选择，最后将根据成员组到达的先后顺序发放奖励。比赛开始前，节目组给每位成员都发了一个登山包，大家可以从自己带来的行李中挑选比较重要的装进包里，自己背着上路，后续节目组将不会提供任何物资。导演一说完，现场一片愁云。吕茶看向节目组，开口说道：“导演，我可以不背节目组提供的登山包，背自己的包吗？”弹幕开始活跃起来，绿茶终于忍不住要作妖了。大的做完小的来，白茶组合给爷退。绿茶是要彰显自己的独特和高贵吗？搞这些特殊，不能再把心思放在自己演技提升上面吗？楼上，吕茶去年就获得最佳女配角，演技这一块确实没啥好攻击的。导演有些迟疑，没有直接拒绝。这款登山包是咨询了专业人士最适合新手上手的包，容量大，自重轻，防水耐磨，还可以减少对肩膀的压力。导演，我知道，这款包还是吕茶以户外运动博主的身份推荐给节目组的。好吧，如果你们想背自己的包也可以，但需要征求组内队员的同意，一旦选好了就不能轻易换包了。江泽首先开口：“我没意见，我全听阿茶的。”我扭头望向了楚胜宇，一切尽在不言中。楚胜宇元气满满的笑容已经开始有垮掉的趋势了，但还是硬着头皮点了点头。吕茶从他的行李箱里掏出了2个登山包，包身有些磨损，一看就是经常使用的。弹幕划过，绿茶手上的那2款包看着还挺专业的，有认识的人说说是啥牌子的吗？我刚拿照片问了下我热爱户外露营的老父亲，我爸看我的眼神炙热的像发现铜弹的追星人。这包是圈内有名的神包，结实耐用，巨能装，但自重会有点重，需要一定的体力。这个噱头搞得好啊，心机女为了流量这么处心积虑。赌绿茶坚持不到10分钟就得让队友背，提前心疼泽哥1秒。楼上的先别心疼你家哥哥了，看白茶母女俩的动作不像是为了节目效果第一次用。其他人还在纠结带什么东西的时候，江泽已经第一个收纳完成。我和吕茶因为要塞的东西比较多，速度稍稍逊色江泽一点。帐篷、睡袋、睡垫、炉子、气罐、锅、调料、
有没有人觉得白茶母女俩的画风好像逐渐有些跑偏了？同上，目前为止，我已经看到了10几种调料，各式各样的厨具，求求他们清醒点，这是野外求生，不是什么野外郊游 ，OK？ 我和绿茶越收拾越兴奋，美好的郊游生活在等着我们。很快2个塞得鼓鼓囊囊的包就成型了。许成还在奋力把他的化妆品往背包的间隙里塞，见我们已经弄好了，少不得嘲讽几句：“你们搞这么大袋行李，不会是想让其他人帮你们拿吧？要走这么久的山路，背这么重的东西，哥哥们怕是……”我笑了，不动声色地还击回去：“放心吧，不用别人帮忙，我们自己来就行。倒是小程，你塞这么多东西，背得动吗？”许成被对得哑口无言，气得憋红了脸。已经收拾好的队伍可以自行出发，绿茶他那组已经先走了。我看向刚收拾好背包的楚胜宇：“小楚，准备好出发了吗？”小楚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姐，走吧，我们一定会在这场求生比赛里活到最后的。”我嘴角微微抽搐，小楚这架势不像是参加综艺，倒像是去打仗。在我恍神瞬间，小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手去拿我的包。“别，姐，你这包还是我来帮你提。”我和小楚2人同时惊呼出声，又同时沉默下去。小楚手筋抱起，也愣是只把我的包提起来几厘米，尴尬在无声中蔓延。看着面孔已经涨红的小楚，我伸手小心试探：“小楚，姐这包有点重，要不还是姐自己来？”看着我轻轻松松的就把包给提起来背到肩上，小楚的眼睛里已经没有光了。“小楚，是这样的，这包确实重，一般没什么人能像姐一样这么轻易的提起来的。”话还没说完，绿茶也毫不费劲的把自己的那个大包背了起来。“好的。”小楚的元气笑容消失了。弹幕飘过666：“姐，你们是我唯一的姐。”哥哥别难过，羽毛永相随。楚胜宇这是不是不行啊？粉丝天天吹天选爱豆，连个包都拿不起来。这包怎么也得有个40-50斤了吧？他怎么脸色都不变一下？我带着还没出发就已经受到身体和心灵双重打击的小楚向山上的营地进军。没多久就来到了分岔路口，我扭头期待地望向小楚：“小楚，你运气怎么样啊？”小楚刚刚恢复了一丝神采的脸色迅速暗淡了下来，他哀怨地看向我：“姐，我在我们团有个称号叫财神，我喜上眉梢，那不挺好的吗？你来，之所以叫我财神，是因为只要跟着我反选，别墅靠大海。好家伙，感情我俩都是臭手，最后还是由我随便选了一条路。”就在我们准备朝着这条路出发的时候，许成和萧青他们2组人也来到了分岔路口。2组人在那犹豫不决，有准备和我一条路的趋势。出于对我手气的自信，我提醒了一句：“各位，我手气一直不太好，我选的这条路有可能不太顺利。”许成一听我这话，坚定了要和我一起走的想法：“白姨，你这不会是故意想让我们走另一条路，好自己走捷径吧？”梅华硕听了我的话，倒是有几分犹豫，想选另一条路。萧青这时挽了挽自己鬓边的碎发，开口道：“就算这条路线复杂困难点，我们3组一起走这条道，那也是同一起跑线，彼此也可以相互照应，不是吗？”这一番话成功地打消了另外2名队员的疑虑。看着跟在我们屁股后的2支队伍，该提醒的我已经提醒了，非要跟着我们俩倒霉蛋上山，我也没办法。因为从小习武，负重前行，长途跋涉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但看着我旁边汗如雨下、面色苍白的楚胜宇，我还是找了个阴凉处让他先缓一缓。我先去前面探探路，顺便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野果。循着节目组留下的标记一路向前走去，便看到路断了，一座独木桥横亘其中。独木桥有3米长，桥下有2-3米的悬空，最底层是不知深浅的泥潭。当我返回去找楚胜宇时，却见原本只坐了小楚1人的大树底下摊着好几个人。看到我回来，许成和萧青想整理下自己的形象，但手刚伸起来就因为体力的透支而垂了下去。我掏出兜里刚摘回来的野果，分给坐着的各位，吃点野果补充点水分吧，我刚摘的。许成有气无力地喊道：“这野果怎么长得这么丑啊？干不干净啊？有没有洗啊？会不会把人吃死？”我饶有兴致地望了他一眼，呀，这果子洗都没有洗，怎么能脏了小程的嘴？那就只好委屈我自己了。
我顺势要把野果收回去，许成眼疾手快，一把抢了过去，嘴里还在嘟嘟囔囔：“算了，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吃了吧。”我把我探路看到的情形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听到要过独木桥的时候，众人脸色都变了。徐天丽首先看向我：“白姐，我们组可以跟着你一起行动吗？”梅华硕也跟着附和：“对，小白，我们这3组一起行动也好有个照应。”我看向许成和萧青：“你们组其他成员也同意跟着我一起行动？”良久，他们2人才微微的点了点头。跟着我们一起行动没问题，但我有个要求，你们必须听我指令行动，不能随意行动。白姨，互帮互助，团结协作不是应该的吗？要我就肯定无私奉献的帮助大家。白姨，你这么专制怕事，来了来了，许成这个阴阳怪气怪来了。既然小程这么说了，那看来你很有信心能帮助大家一起过独木桥这关啊。既然这样，那我和小楚就先走了。我看向楚圣宇，楚圣宇马上麻利地背起包起身。梅华硕开始打圆场：“小白，别生气，我们都听你的。”楚圣宇走到我身边，看向众人：“白姐要求听他指令，是因为丛林地势复杂，不能随便乱走，而且可以提高我们到达营地的速度。快到饭点了，你们难道不饿吗？”我有些惊讶地看着楚圣宇，这简直是我的互联网嘴替。没想到楚圣宇这人虽然体力不行，但脑子可以，特别是放弃假笑后不张嘴就是冷酷拽男，张嘴就刀刀致命，够劲。最后还是我带着其他2组成员一起出发。虽然我已经描述了一下独木桥周边的大致情况，但言语描述和身临其境还是不一样。许成望了一眼独木桥下面就眼泛泪花，这太高了，太恐怖了，我过不去的，我想回家。萧青也皱紧眉头，我有严重的恐高，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这也太危险了吧。我从包里掏出了一根粗长的麻绳，一头找了个粗壮的树干打了个死结，然后拎着绳子的另一头走过独木桥，用同样的手法找了根粗壮的树干打了个结。我走回桥对面，几人已经被我这来去自如的操作惊呆了。现在你们不用怕了，我已经绑好了一根麻绳，你们过桥的时候如果怕的话，可以用手扶着麻绳，我也会在你们旁边护着你们。你们谁第一个？楚圣宇首先站出来，在我的指导下，很快就过了这根独木桥。让我没想到的是，萧青竟然是第2个站出来的。我恐高，越看越怕，还不如一鼓作气先过去那边。萧青走的要小心翼翼多了，不过随着终点越来越近，他的步伐也变得轻快了起来。快到对岸的时候，萧青的脚底突然打滑，措手不及的变故让他不受控地往一边倒。我从后面直接揽住他的腰，喊道：“松手，放松！”萧青紧紧地贴着我，我直接单手把他抱到对岸。弹幕划过一排666，天啊，刚刚好惊险，差点就掉下去了。白莲杀我，他刚刚单手抱萧青的动作也太飒了。白莲这是练过的吧？这动作也太行云流水了。姐，你是我唯一的姐。当我把萧青放下来的时候，萧青还心有余悸地抱住我的胳膊，一点也没有往日飞扬跋扈的气焰。我让楚圣宇来安抚他，便回头去接其他人了。许氏看到了我刚刚救萧青的动作，徐天丽、梅华硕和许成3个人都过得很安稳。本以为一根独木桥就差不多了，没想到后面还要走过巨陡峭的山路，攀过小土堆，开辟小荒路。到达营地的时候，大家一个个都灰头土脸，眼里失去了对世俗的渴望。吕茶和许泽惊讶地望着我们，一脸不可思议：“你们从哪里弄成这样啊？这次怎么到的这么晚，比我们晚到了快2个小时？”徐天丽瞪大了眼睛：“你们怎么到的这么快？你们难道不用过独木桥？不用爬小山坡？不用自己开路？”吕茶不停地摇头，徐天丽看上去有些崩溃：“那你们遇到了什么？”“我们就是普通的山路，一直走，然后就到营地了。”我清了清嗓子，问出了最核心的问题：“你们俩是谁选的路？”吕茶不情不愿地指了指江泽：“好了，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人家走的是简单模式，我们过的是地狱模式。”其他人用哀怨的眼神望向我，我也直接用眼神攻击：“人家都说了我运气不好，你们硬要跟着，怎么能怪我呢？”一顿简短的午餐后，节目组把给各成员的奖励端了上来。今天中午这顿是节目组免费提供的食材，
从下顿开始，节目组将不再提供食材，你们吃的食物只能自己去获取。大家这次获得的奖励就与你们获取食材的工具有关。桌上有4种工具：鱼叉、铁锹、小铁锤、痒痒挠。大家根据到达营地的顺序依次上来选择想要的工具。看到节目组的骚操作，弹幕也活跃了起来。666，痒痒挠都出来了，节目组稿是第1人。除了鱼叉能一眼看出来它的作用，其他3个我实在想不出要如何搞食物。只有我在隐隐期待白茶母女俩的操作吗？楼上的你不是一个人。绿茶他们组作为第1名，没有意外选走了鱼叉，但剩下的名次，我看了眼许成，又看了眼萧青，这可就说不好了。这次找营地，白莲贡献最大，第2名归他，大家没意见吧？我和许成都诧异地望向萧青，许成更是没忍住，妈，虽然白姨确实做出的贡献最大，但是她比我们都厉害。成成，萧青严厉地想喝住许成，但许成不为所动，既然他最厉害，那么他不应该把选择权让给我们吗？好一番强者必须让步于弱者的圣母言论。我温柔地看向许成，但眼里只有冷意。是谁告诉你强者就必须帮扶弱者了？我强那是因为我有本事，弱者如果没有本事靠自己爬上来，那么只有2种选择，要么就祈求强者的庇护，要么就自生自灭。强者之所以称为强者，就因为他有选择的权利，他可以选择无私奉献，也可以选择随心所欲。不巧，我现在想遵循自己的内心，拿走属于我的权益。最终，我们组以第2名的身份选择了铁锹，许成组选择了小铁锤，萧青组选择了痒痒挠。发完奖励后，节目组要求大家各自搭好自己的帐篷，然后前往山林里采集食物。同时，节目组特意强调，如果走到有红色警戒带的地方，就要原地返回，不能再继续往下走了。节目组发布完任务后，我扭头看向楚圣宇，小楚，知道怎么搭帐篷吗？有看过网上的教程，然后还带了说明书，但不是特别熟练。来，姐这次带你抱个粗大腿。我带着楚圣宇来到吕茶面前，双手合十，虔诚弯腰。茶茶，我们组这次的帐篷就拜托你了，我们俩给你打下手。吕茶不为所动，我使出了我的杀手锏，今晚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想吃肉？没问题，记得给我们挑个风水宝地。吕茶起身开始勘察周边的地形，小楚附在我耳边小声说道：白姐，我们就这么交给小吕一个人好吗？放心，吕茶搞这个是专业的，咱俩就好好想想今晚搞些啥吃的。路过许成的时候，他正拿着小铁锤生无可恋地砸钉子固定帐篷，可惜力道使得不对，钉子死活敲不进去。看到我们落下的阴影，许成红着眼睛瞪看向我们，看我这么丢脸，你们很高兴是吗？我们只是路过而已，你要这么想那也随便你。说完，我和楚圣宇转身就走。等等，我疑惑地回了个头。许成瞪大了眼睛望向我，仿佛下了什么决心似的。你们可以教教我吗？看着他手里的铁锤，我突然想到了如何发挥这个小铁锤的作用。可以。我饶有兴致地看着许成，不过我有个条件。许成的脸耷拉了下来，什么条件啊？这7天里，你都得老老实实的听我的。怎么样，做得到吗？许成还在犹豫，我做事要走，他只好不情不愿地点了点头。我简单讲了一下注意的要点，然后握住他的手背，引导他的手2锤就把钉子给埋到地里。许成震惊的依葫芦画瓢把剩下的几个钉子给钉了进去。看到许成蠢蠢欲动地挥着他的小铁锤，我循循善诱，你还想不想继续玩你的小铁锤？许成有些羞赧地点了点头。那好，你和梅华硕商量一下，你去找食物，他来搭帐篷。好，那个白姨，找食物可以把我妈也带上吗？这是怕萧青拿着痒痒挠找不到食物吧？可以。看着许成和梅华硕对话的场景，虽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天生直觉比较敏锐的我总觉得梅华硕看许成的眼神有些不对。不过梅华硕在圈内的口碑一直很好，可能是我想多了。因为从小在山林生活，我早已可以通过观察树木形态辨别水源的方向。我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找到距离营地最近的小河边，江泽已经拿着鱼叉在这捕鱼了。只见他屏住呼吸，鱼叉狠狠落下，好家伙，鱼全跑光了。江泽皱紧眉头，百思不得其解。
我示意他把鱼叉给我，趁鱼不注意，我直接连续几个利落的下劈动作，很快鱼叉上挂满了鱼。弹幕飞快划过，刚刚他做了什么？我怎么什么都没看清，他就把鱼叉提上来了？这解释什么世外高人吧？刚刚发生了什么？哦，我死了。这个捕鱼技术我直呼666。他好快，我好爱。岸上的人都看呆了，他们看我的眼神带着一丝敬畏和膜拜，其中以许成的最为明显。我把鱼叉重新还给了江泽，学会了吗？江泽真诚地看着我，眼睛看会了，就缺一双您的手。在刚刚插鱼的时候，我在河里看到了我想要找的东西。我招了招手，示意许成和萧青过来。我拿过他们的小铁锤和痒痒挠，指了指河里的小龙虾，今天你们俩的任务就是捉小龙虾，我给你们示范一下。我先用痒痒挠勾住小龙虾，把它迅速带到岸边，然后火速拿出小铁锤往它脑壳上一敲，一只活蹦乱跳的小龙虾英勇就义。弹幕开始疯狂刷屏，今天开眼了，痒痒挠和小铁锤还能这么用。莲姐，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666666666，我宣布莲姐就是最强 Queen。 我看向许成和萧青，刚刚学会了吗？许成惨白着脸看向我，虾虾这么可爱，我们可以不可以？我把工具重新还给他们，用鼓励的目光望着他俩。萧青虽然脸色不是很好，手还是稳的，虽然因为捞的速度不够快，捞了几次才捞上来一只，但基本的操作都掌握住了。许成这边就稍微狼狈一点，他一边尖叫，一边半闭着眼睛锤，要么力气太大把虾锤成了虾泥，要么一锤落空。不过同样的事物接触久了，再恐怖的东西也会变得麻木。锤多几次后，许成就接受了现实，并逐渐找到锤虾的快乐。确定他们抓捕小龙虾已经没什么大问题后，我扛着铁锹往森林深处走去。至于江泽和楚胜宇，早已被我安排去捡柴火了。走着走着，我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弹幕飞速划过，背后有蛇，小心。我屏住呼吸，听声辨位，估摸着差不多的时候，转身一铁锹下去，一条粗壮的蛇这么被我拍晕了。弹幕清一色可恶，被这个女人装到了。我又给蛇补了几铲子，确实不会伤到人后，便把它放到了食材篮里。随后我又铲了个兔子，挖了点蘑菇，估摸着晚饭的分量差不多后，便转身带着其他人一起回到营地。营地的帐篷已经搭建好了，我和吕茶把我们包里的厨具和调料掏了出来，大家分工合作处理食材。很快，红焖兔肉、红烧鱼、清蒸鱼、香辣小龙虾、蛇粥、蘑菇汤出炉了，众人美美包餐了一顿。弹幕里有人开始质疑了，这还是荒野求生节目吗？节目组提供这么多吃的，一看就很假。楼上质疑的直接看白姐直播间，让你直面人类的参差。节目组是万万没想到吧，以为娇娇弱弱的白茶母女俩竟是这行人的战力天花板。我为当年不懂事跟风黑白茶母女俩自罚一杯。节目组因为发现我的战力力过强，无法达到预期节目效果，第二天便把我留了下来，安排吕茶和其他几人出去找食材。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身为户外达人的吕茶可是一个比我还恐怖的存在。当导演组看到吕茶左手提着一只兔子，右手提着一只鸡，身后跟着的其他人也提着鱼、虾、蔬菜以及一篮子的野果回来时，整组人陷入了精神恍惚中。弹幕全是我茶姐人狠话不多。茶姐健步如飞地追那只鸡的时候，我为鸡感到窒息。我以为白姐已经是战力天花板了，没想到茶姐更是深藏不露。我在求生综艺里竟然被他们吃的东西馋到了，这科学吗？楼上的你不是一个人。不过这次外出回来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许成的情绪有些不对，他看向梅华硕的眼神也有些畏惧。晚上节目结束录制的时候，我和吕茶一起有意去了许成所在的帐篷外面晃了晃。奇怪的是，许成并没有在帐篷里面。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一阵小声的啜泣声从不远处传了过来。我和吕茶对视了一眼，两人轻手轻脚地朝着声音的来源处走去。梅华硕的手不断地往许成身上靠，许成不住地往后退闪躲，哭着说：“梅哥，你再这样我就喊人了。”梅华硕倒是毫不在意：“你喊啊，被发现了，你的名声就都毁了。你看看大家到时候是信你还是信我？”
你不过就是借着你母亲的光拿到一点资源的小演员而已，只要你跟了我，我手里有大把的资源可以给你搭桥铺路。梅哥，我能做个小演员就心满意足了，今天这事就当没有发生过吧。说完，许成转身想走，没注意身后的梅华硕掏出了一块白手帕，直接紧紧地捂住了许成的口鼻。见状，吕茶直接从地上捡起了几块石子，向梅华硕的膝盖处弹去。梅华硕不受控制地往地上跪下，我直接绕到梅华硕身后，在他脖子处狠狠来了一手刀，确保这个人渣至少得昏迷个5-6小时。许成已经失去了意识，我赶紧让吕茶把人抬回帐篷处，我留下来善后。看着地上摊成一滩烂泥的梅华硕，我直接把人踹到了树底下，扒去他的衣服，只给他留下单衣单裤，然后拿了麻绳把他捆上。没想到平日里口碑这么好的综艺大佬，原来就是这种下三滥货色，就让他在寒风中吹一晚上，清醒清醒吧。等我重新返回帐篷的时候，许成已经清醒了，看上去魂不守舍。萧青和吕茶在旁边陪着他。梅华硕已经被我敲晕了，暂时没这么快清醒。我看向许成，要报警吗？我不知道，我根本没什么实质性证据。别怕，这不是你的错，是梅华硕那人渣的问题。你不情愿的事情，没人能逼你做。可是我忤逆了他，他一定会报复我，封杀我，那我该怎么办？许成把我看作救命稻草，惶恐的眼神不安地看着我，让我想到当初同样的场景。我安抚性地拍拍他的背，坚定地望向他的眼睛，那就变强，强到有一天他没法阻止你前进的路。他封了你一条路，但你还有很多选择的机会，你可以去磨练自己的演技，让自己发光。有的时候捷径可以走得快，但一不小心就会万劫不复。离开之前，我给许成发了一个视频，视频是我们一到现场就开始拍的，刚好录下了梅华硕威胁你那段，不过视频放不放，怎么放就由你自己来抉择了。萧青把我们送到帐篷门口，真诚地向我鞠了一躬。白莲、吕茶，今天谢谢你们，今天要不是你们，我的女儿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摆了摆手，便和吕茶一起回去了。回程途中，吕茶突然开口：妈，当年你也有碰到过这样的事吗？我沉默了一瞬，遇到过，然后我把那些人一个个都报复回去了。当年的我其实有拿到过女主剧本，那个角色我准备了很久，但因为没有答应某个金主的要求，我便被换成了十恶不赦的白莲花剧本。也凭借着这个角色，我获得了白莲影后这个称号。白莲影后这个称谓不是我的污点，它是我破釜沉舟的嘉奖。第二天一早，我是被一阵杀猪叫吵醒的，看来好戏要开场了。当我来到现场时，梅华硕正在破口大骂工作人员，完全没有一点平时温文儒雅的形象。原来是早上节目组开播调试设备的时候，忘记把摄像头关闭了，然后又恰好听到有人在呼救，这一不小心就把梅华硕被五花大绑的画面给直播出去了。梅华硕被绑，梅华硕 play， 梅华硕破防，梅华硕直接包揽了热搜前3，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积累的好形象一下子就毁了一大半，怪不得直接破防了。梅华硕还在那要求节目组必须报警，严惩罪犯。我装作毫不知情地凑上去，天啊，梅老师，你这发生了什么事呀？梅老师，你这身上怎么还有这么多红痕啊？声音音量刚好能让在场的人都听见，场上的人的眼睛不住地往梅华硕身上瞟。梅华硕脸色更加不愉，我又装作神神叨叨地凑近梅华硕身边，听说荒岛上很有可能有野人，梅老师，你这不会是被野人绑架了吧？不过野人不会无缘无故的乱绑人，你是不是犯了什么忌讳？听说。我故意顿了顿，然后装作自己不小心说错话，闭上了嘴。梅华硕更急了，有什么话就别藏着掖着，吞吞吐吐给谁看呢？此时的梅华硕易怒暴躁，正是情绪失控失去理智的时候。听说只要在中午在同样的地方把自己作恶多端的事情说出来，然后磕几个响头，供奉一些吃的，野人就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了，不然你每天早上都会在同样的地方以同样的方式醒来。回去的路上，楚生宇小声地问我：白姐，你刚说的是真的吗？我用一种看智障的眼神看向小楚，你觉得呢？小楚松了一口气，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真的。故事可以是假的，但我可以把它变成真的。虽然报了警，
但警方那边过来也要定明天下午了，而且就算警方过来，也什么线索都找不到。第二天早上天一亮，我就故意打开我的直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和网友唠嗑，一边唠一边散步，然后无意间发现了被同样的手法捆到树上的梅华硕，又在惊慌失措中不小心把直播镜头对到了梅华硕，录下了他高清丑态。这下梅华硕彻底慌了，中午不到就偷偷摸摸地拿着东西去那晚的大树底下诉说自己的罪行，磕头供奉。这一幕又恰巧被一直在树顶乘凉的我不小心直播分享了出去，虽然声音没录得很清晰，但全能的网友已经可以通过点点蛛丝马迹和唇形还原出梅华硕所说的所有话。好家伙，又是收贿赂，又是涉黑，还有皮肉交易，这老底不坐穿都说不过去了。听说许成后面也联系了公司，向警方报案，把梅华硕威胁他的视频交了出去。荒野大冒险这档综艺因为揪出了一个法制咖，又一次成功出圈。经过了这场风波，节目组也心力交瘁，直接摆烂，让我们这几个成员自由发挥。因此这档节目后期风格相当魔幻，你可以在一个求生综艺里看到一个身娇体弱的女明星直接靠把铁锹在森林里横行霸道，可以看到当红爱豆每天灰头土脸的劈柴插鱼，可以看到明媚少女和当红影帝上演追妻火葬场戏码，在每天的你逃他追的过程中带领大家徒步感受野外的风光，可以看到两个明艳动人的女星，一个拿着痒痒挠，一个拿着小铁锤飞扬跋扈地处理食材，可以看到每到饭点一群人围在一起散发的浓浓的烟火气息。后继《荒野大冒险》这档综艺播出后，直接一举突破了当年的收视率记录，成为了当年的现象级综艺。这档综艺的爆火，让我们这些参与节目录制的成员身价大涨，通告翻番。小楚节目结束后便投入组合的排练以及无数的通告中，他所在的团队也一跃成为当下最火男团。徐天利也收到了很多导演递过来的橄榄枝，出演了一部大 IP 里的男主。萧青和许成接了好几部大女主的戏，许成还去报了演艺班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演技。江泽蝉联了今年的影帝，小子未来可期。我和吕茶现在邀约不断，本子也不再局限于以前的恶毒女二，遇到自己喜欢的本子和角色便会接下来。我们都坚定地走向了自己选择的路，往山顶的荣光前行。未来我们顶峰相见。全文完。